真的是1993年，我真的重生了。1993年，我重生了，我真的重生了。夏冬，我可就这一个弟弟，他马上就要订婚了，所以这3万块钱你得帮我。夏冬，你不努力怎么让我幸福啊？你得多去打几份工，这样才能给我买车买房呀。就算是卖血，你也得给我买首饰，要不然追我的人那么多，凭什么看上你啊？雅丽，这10万块钱可是我把地卖了给我妈的救命钱呀！你好好想想，拿了这10万块钱，你妈的病也不一定能治好。但是这10万要是给我当彩礼，我妈就同意我嫁给你了。我妈把我养那么大不容易，给你要10万，多过分吧？可是我妈也把我养大了呀！哎呀，谁家养儿子不给儿子娶媳妇儿的？这都是你妈该做的。夏冬，你就是个废物，除了你这一张脸，你还能给我什么呀？一个工地搬砖的，你根本就配不上我。咱们俩掰了。我有什么错啊？你给得了我爱，可是你给得了刘德锦给我的生活吗？现在这样多好啊！你还可以继续爱我，生活上也不用你再操心了。老公不怪我呀，都是这个畜生夏冬，他真是个变态，爱了我好多年了，舔了我好多年，然后知道我跟你结婚，就逼着我跟他。我要是不同意，他就要杀了你。小雅丽，我上辈子辍学打3份工，给你买车买房，最后却落得个惨死的下场，最后还让他拿走了那笔钱，害得我妈突发疾病没钱治病，活病死。妈，我真是禽兽不如，禽兽不如啊！有小雅丽这个贱人，我还苦了你呀，我还苦了你呀！哎，儿子，你没事吧？啊，你还活着？妈！太好了，妈，太好了，你还活着！我活得好好的，你这孩子，你这咋了？妈还活着，重生一次，我一定要改变命运。93年到处都是机会，站在风口主动的上升，买股票投资房地产，这一次我一定要抓住风口，一飞冲天。我必须要赶紧赚钱，让我妈过上好日子。这怎么才能快速的赚到第一桶金呢？狗，吴老二的狗盆儿，狗盆变成聚宝盆，这可是个好部件。这一世，我一定要抢先拿下。前世吴老二的狗盆几经易手，最终可是拍出了2000万的高价。不过吴老二可是个人精，要是知道我对这狗盆感兴趣，还不得坐地起价呀？我得想个办法。哎，有了！哎，小子，你别他妈跟我儿子抢神！哎，你说什么呢？哎，老板，卖破烂不卖？你这一堆破盘子破碗，多少钱一？这个捡破烂的跟这捣什么乱啊？我这可都是古董，碰坏了你赔得起吗？就这破花瓶破碗，还古董呢，2毛钱一个，卖不卖？够！我这可都是清代的白玉碗，明代的青花瓷，随便拿出来一个都好几万，2毛钱！妈日的呀，你做梦了吧你？不卖就不卖呗。哎，老板，你这狗卖不卖？我刚才蹲着看半天了，我家刚好缺一个看大门的。啊，我是收破烂的，你他妈不会是要把它宰了吃肉吧？吃什么肉啊？我真拿它看大门。
20块钱，我连你这喂狗的破盆子一块买了。20块钱连狗盆都要了，你真不是要吃它的肉？我要是吃肉，我要你这喂狗的破盆子干嘛呀？成。不过这旺财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就跟我亲儿子一样。哎呦，看这盆没？这可是乾隆爷洗脸的盆儿，你想要啊？成，加钱最少2000。你可拉倒吧！要是你亲儿子，你舍得卖？一口价200块钱，你要不卖我就走了啊！3、2、1。等等，卖，200块连狗带盆都是你的了。嘿嘿2000万的物价到手了，2000万的物价到手了，收钱吧。小子，钱货两清，概不反悔。遇见个大傻子，200块钱买条土狗，后悔，等这盆的真面目显出来呀！你别哭就行。哭，小子，你真以为这是乾隆爷洗脸的盆啊？做梦捡漏吧你！打听打听，这整条古玩街，我吴老二可是出了名的大聪明。哎，我实话告诉你啊，这就是一喂狗的破盆儿，不是什么古董，连2毛钱都不值。200块买个破狗盆儿，夏冬，你脑子被驴给踢了吧？萧雅丽，李三水，他妈的这个贱人，这么早就开始勾搭男人，上一手被坑得太惨了。雅丽，你在哪儿认识这么个捡破烂的货色？水哥，你是不知道，这个废物追了我好久了，没想到现在居然开始捡破烂了。夏冬，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2个完了。家里穷的买不起镜子，就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玩古董，你配吗？你这个狗东西，早就说了不让你在外面乱搞，这下好了吧？生出来2个狗东西，跑到我面前乱叫。好啊，夏冬，你敢骂我是狗？你花200块买个破狗盆儿，还敢说它是古董？我看你才是瞎了眼的狗玩意儿！夏东是吧？不许反悔啊！夏冬，这200块是你全家1年生活费了吧？狗饿了都肯吃屎，你买个狗盆不会也是为了吃屎吧？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我说我这个狗盆最少值100万。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我说我这个狗盆最少值100万。100万一个破狗盆儿，你该不会是梦还没醒了吧？100万？你疯了吧？我自己的物件我不清楚，这就是一破狗盆，说它值1块钱，脑子里都有坑。就这破盆子，说它是工艺品都抬举它了。它要是能值100万，看见这泡狗粪了吗？我一口就把它给吞了。没错，还是李少眼尖，这些都是我从各地搜罗来的艺术品。你要是想要，哼，我这多的是。哎，看到没？你那些都不行，只有我这个狗盆才是宝贝。小伙子，不是东西看着旧就是古董，这回啊，你真的买亏了。珍宝阁刘长生，刘老，老爷子，这回你可走了眼了。你知不知道刘老板是谁？他可是珍宝阁的老板，京西数1数2的古董大亨。你让他走眼，他这辈子验过的古董比你吃过的饭都多。小伙子，你这就是一件破铁盆，根本就不值钱。你要想靠着它食肉一夜暴富，我看呐，你还是省省吧。夏冬，你脑子进狗屎了吧？200块啊，就这么打了水漂啦？怎么能叫打了水漂呢？当破烂卖了，还能回本2毛的。你这狗盆就是一堆废铁，这200块钱只当交个学费吧。刘老，这回您真的打眼了，这个东西到底是废品还是宝贝？刘老，您再仔细看看。拿锤来。
看清楚了，这个盆是纯金的。看清楚，这个盆是纯金的。金盆啊！这是一个金盘，这么大，得有好几斤吧？那这不得几十万呀？金的？不可能，这就是个破狗盆，怎么可能是个金的？没错，搞不好它就是个铜盆，铜盆。对，这就是个铜盆。夏冬，你别唬我们啊！这玩意儿看着金灿灿的，说不定就是样子货，铜的。刘老，您是行家，您说这是金的还是铜的？无论它是金的还是铜的，现在这么讲，我10万收了。小伙子，你觉得怎么样？刘老，10万，这说不定是铜的呢。没错，刘老，您太给这小子脸了，10万块，他不得美死？刘老，这盆10万我可不卖，您可真是老谋深算呀！夏冬，你别给脸不要脸，刘老给你10万就赶紧卖了，把钱送到我家当彩礼。小伙子，见好就收啊！公了15万，这万一要是铜的，最多也就值15万。吴老二，你刚才不是想知道这是金的还是铜的吗？来，咬一口。咬就咬，我还不信它就是金的呢。这真是金的！哎，这随便咬一口都知道是金的。吴老二，难不成你是吞金兽呀？没文化就去多读读书。我告诉你们了，这铜的崩掉你们的牙齿也咬不动，这金的是软的，看不出来夏兄弟是个内行人呐。这金盆100万，我真保个刘长生收了。这金盆100万，我真保个刘长生收了。100万，真的是100万？100万，刘老，您不是开玩笑吧？夏兄弟，100万，如果你愿意出手，5分钟之内，无论是现金和支票，给你送到。水哥，100万呀，你是不是要吞狗屎啊？闭嘴！我自己不知道吗100万，难不成我真要吞了那泡狗屎？刘老，100万可买不了这物件。小子，你这是坐地起价，漫天要钱呢。就算这盆子是金的，充其量也就5斤，根本不值100万。想让我吞狗粪，门儿都没有。没错，我看你就是心太黑了。刘老，这可不是普通的金盆，您再仔细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盆边鎏金，刻金玉满堂，福禄双全，五子登科，八方来财。聚宝盆，这是聚宝盆啊！大明洪武年间，天下第一首富沈万三的聚宝盆啊！好东西，好物件啊！当然是好东西。前世2000年，这东西被一个匿名收藏家以2000万的价格拍走，现在最少也值200万。刘老，您可看仔细了，这小子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混混，你可别被他给骗了。我玩古董这么多年，怎么会在这种事情打眼？小兄弟，沈万山的聚宝盆，老夫愿出200万。我出300万。这聚宝盆我愿出资300万。西京首富季家千金季向晚，季向晚，他不是被人强奸自杀了吗？季向晚，他不是被人强奸自杀了吗？这就300万了。哈哈哈哈哈！本来季小姐喜欢，我本不该争的，可惜啊，这夏先生的聚宝盆我实在是太喜欢。
我出350万。500万。这么快就涨到500万了？本来想到这儿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被我遇见了宝贝，还望刘老哥爱。唉，我倒是想争，可惜我的珍宝阁实力不足啊，无法与首富千金竞标啊。恭喜季小姐获此珍宝，500万，500万，500万，200块钱卖的东西，转手就卖了500万，我真是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啊！不知夏先生能否割爱，将这聚宝盆转卖给我？当然，季小姐喜欢的话，只管拿去。太好了，这是500万和我的名片。夏先生眼光独到，我还有一事相求。季小姐有事直说便是。林氏在本月15号在玉龙阁有一场私人拍卖会，我想请夏先生和我一起参加，顺便帮我长长眼，帮我选一样古董给爷爷当做寿礼。玉龙阁的私人拍卖会，我记得前世季小姐就是在这拍卖会上不知所措，之后才传出被强奸自杀的消息，而季家也因此没落。季小姐人不错，我得帮帮她。再说了，前世传出这个拍卖会可是有天大的漏。夏先生还请赏脸，季师愿意出资10万作为先生的酬劳。啊，不必，能和季总一起见识一下玉龙阁的珍品，我也求之不得。玉龙阁这个大漏，我捡定了。玉龙阁这个大漏，我捡定了。到时候拍卖会我们不见不散。好，小兄弟见多识广，眼光毒辣，以后啊，要是还有此宝贝，一定要记得到珍宝阁找我，我愿高于市场2成的价格收购啊！一定，谢谢刘老。好。李三水，你想去哪儿呀？管得着吗你？刚才李少可都说了，我那聚宝盆要是价值100万的话，你就把这坨狗屎给吃了。这话都已经说出来了，现在想不认账啊？谁说老子不认账了？那李少，这屎你准备怎么吃啊？吃就吃，老子还怕这坨狗屎不成？李少还下不去手，需不需要给你拿个勺啊？你懂什么？我这是先闻其味，再品其香。好，那你就慢慢品。夏总，你找死！哎，我这不也是为了帮帮李少吗？这狗屎的滋味怎么样啊？夏冬，你给老子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夏冬，我刚才都是开玩笑的。是吗？当然啦，只要你把那500万交给我来保管，我就给你一次重新追求我的机会。哦，你不配。哦，你不配。夏冬，小雅丽，是我没能早点认清你的真面目，重活也是。我一定不会重蹈覆辙。这500万只是开始，接下来，房地产和股票、互联网快递都将是一个新的风口。时代的浪潮迭起，我必须抓住机会投资，做人上人。可是这点钱也太少了，投进房地产里边根本没什么用啊，掀不起半点波浪。这怎么才能快速赚到一大笔钱呢？明天将是世界杯决赛，法国对战梦幻巴西队。
究竟谁能拔得头筹，一举夺冠？让我们拭目以待。欧冠，我记得上一世。敲进了！梦幻巴西队制霸联赛的纪录被齐达内终结无缘冠军，让我们恭喜法国队勇夺大力神杯！呀，那可是梦幻巴西呀！你怎么能输呢？怎么能输呢？哎呀，对呀，1994年体彩刚刚普及，如果历史不变的话，我可以利用这一点捡一个大漏啊！老板，法国对巴西的赔率有多少1-6。哎呀，法国队这次肯定没机会了。正经人谁买法国队？就是，巴西有罗纳尔多坐镇，肯定赢。？1-6，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500万变3000万的机会来了。老板，法国队500万。多少呢？500万。500万？你买法国队？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又来一个吹牛的，500万又不是500块，就你这样能拿出来有鬼了。没错没错。再说了，谁真要有500万，谁还买法国队呀？那肯定全买巴西队了。那可是老牌强队，夺冠热门。哎呀，小伙子，少拿我开玩笑啊！要买就买，不买赶紧滚蛋！我没给你开玩笑，钱我都带来了。你钱呢？钱在这。钱在哪儿呢？这里边是钱，是钱吗500万。现在我能买了吗？这真的是500万，全买法国队。兄弟，你可得想好啊，那巴西队可是连战连胜，怎么可能会输啊？你要是这么玩，哭傻子都给你劈个底儿朝天。没错没错，这不拜神话呀，不是这么容易被终结的。兄弟，我呀劝你还是买巴西队吧。没错呀，这有钱他也不是这么花的。小伙子，再考虑考虑吧。不用考虑了，我就买法国队，相信我，他们一定能赢。谁能想到今年罗纳尔多发挥失常，齐达内最后凭借2个不可思议的头球赢得了冠军呢？好言难劝，该死的鬼！给你了啊！现在想反悔也来不及了。老板，我劝你还是赶紧跟着我买法国队吧，我是不会后悔的。但是过了今晚呀，我怕你会后悔没有跟着我多买点法国队。法国队必胜！我脑袋被驴踢了，才会给你买法国队。没错，又不是有钱没地方花。你看过了今天呀，他要毁断肠子了。又是一记头球，敲进啦！梦幻巴西队制霸球赛的纪录被齐达内的头球终结，无缘冠军。行了，法国队这样了。行了，法国队这样了。500万买的法国队，一下子变成3000万，这小子他千万富翁！哎呀，蠢驴呀！我脑子才被驴踢了，我怎么就没有跟他多买点啊？哎呀，机会摆在面前，我怎么就没抓住？赢了！历史果然没有变呀！马上就15号了，今晚的那个玉龙阁拍卖会我一定要去。这下好了，500万变3000万，总算有入场券。我记得前世那里流拍了很多稀世珍宝，光后世发现的一个肚兜都拍出了2亿的天价，这300万卖掉了，还有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我知道这么多爆火的歌曲，我可以成立一个。夏冬，赶紧给我开门！赶紧给我开门！小雅丽，亲家，大清早的，你这是？亲家母呀，你说小东跟雅丽也处对象处了这么久了，也该订婚了不是？订婚？你们不是说要3万块钱彩礼才肯和我订婚吗？3万，那是以前的条件。现在想娶我们家雅丽呀，得这个数。5万！哎呀，亲家，我们3万都拿不出来，你要5万，让我们上哪儿弄去啊？是500万！500万！亲家，你就是把我卖了，也不值这500万呢。哎呀，你就别装了。夏冬啊，我可听说了，你花200块钱买了吴老二的狗盆，转手可就卖了500万。今天呢，你要能把这500万拿出来，我就同意你跟雅丽的婚事。夏冬，你喜欢我这么久，追了我这么久，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娶我，怎么样啊？我女儿这么漂亮，嫁到你们夏家是你们高攀了，区500万还舍不得出啊？你想让我花500万娶你？原来是早就闻到味儿来的。萧雅丽，你以为我还会像上辈子一样被你捏在手里吗？要不是他弟弟结婚啊，需要准备房子和彩礼，你以为花区500万就想娶我的女儿啊？就是，我姐嫁给你是你的福气，就不要再计较这点小钱了。想娶我姐的人多了去了，要不是我姐要给你个机会呀，你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夏冬，将来咱们结了婚了，这我弟弟也是你弟弟，我弟弟将来结婚，这房子啊、彩礼啊也得不少钱呢。你这当姐夫的也得出啊，不是吗？哎，还得有个车才行。你还想要个车啊？这一家子还真是老太太喝粥，无耻又下流。小东，你真的有500万？妈，我之前怕您担心，所以我就没说。我的确卖古董赚了500万，不过……哎呀，不过什么？你现在把钱给我，我还能帮你给咱妈小桂琴打个折什么的。还打折？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萧家要卖女儿吗？给，当然要给。能娶到雅丽那是我的福气啊，500万算什么？给，当然要给。能娶到雅丽那是我的福气啊，500万算什么？夏冬，他们摆明了是来要钱的，你可千万别被他们给骗了呀！哎呀，妈，雅丽怎么可能会骗我呢？我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那是我的福气啊！500万算什么？只要我们俩能真心相爱，那在一起就好了嘛。夏冬，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钱呢？钱我都去买彩票了。什么？你全买了？没错，500万我全买彩票。夏冬，你脑子被门夹了！500万你一毛不剩，全买彩票了。夏冬，你凭什么拿我的钱去买彩票啊？那可是500万呀，全让你给输光了。哎，雅丽，你放心，虽然我现在没钱了，但是我有一颗爱你的心啊！哎，你相信我，你只要嫁给我，我绝对再给你挣500万。咱们今天就去领证，好不好？领证？谁要给你领证啊？1毛钱都没有，还想娶我？做梦！夏冬，我们俩完了，我们走。真会死！哎，你们真要走啊？那我们的婚事怎么办啊？我真是昏了头了才相信你能赚钱，想娶我？做梦！雅丽，万一我这彩票中大奖了呢？你总得给我一个机会吧？我呸！我看你就是还没清醒。你要是能中奖呀，那猪都能爬树了。再说了，就算你能中奖，
我也不会嫁给你这种蠢货。夏冬，你买的彩票中大奖了，他们来给你送钱了。您就是夏冬先生吧？没错，是我。我是西京银行的总经理薛青青，恭喜您喜中3000万，我代表西京银行和西京体彩给您送钱来了。好，谢谢。另外，恭喜您成为我们西京银行的至尊 VIP 用户，无论何时，我作为您的专属经理，24小时接听您的电话，为您服务。又在吹牛啊！真是好大的阵仗啊！夏冬，请人演戏花了不少钱吧？演戏也不演得像样一点，还3000万。你知道3000万有几个零吗？行了，夏冬，你就别再撒谎了。别以为你搞出这么大阵仗来，我就同意嫁给你了。一个花我500万去买彩票的蠢货，我萧雅丽才不嫁呢！我今天就要给你退婚。我看蠢的是你。昨天所有人都押宝巴西队，只有夏冬先生一个人押宝法国队，眼光独到，魄力十足。你和夏先生退婚才是真的蠢。夏冬，你这手段也太低劣了吧！你该不会以为这样我就会嫁给你吧？夏冬先生，您的3000万除去税额，一共是2400万，已经送到，请您查收。还说赚了3000万，钱呢？我怎么没看到啊？哎呀，这钱到底在哪儿呢？还开个破车，你该不会说这钱就在这车里吧？没错，钱就在车里。这全是钱，这些钱都是他的。没错，这都是夏冬先生赢来的，一共2400万。2400万，小东，咱真的这么有钱了吗？没错，妈，这些都是咱们的，以后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夏冬先生，2400万金额巨大，准备时间长了点，没耽误您的时间吧？没有，来的刚刚好。按照您的要求，已全部兑换成现金2400万，请您签收。好的。夏冬，你装什么装啊？啊？你以为我们还会相信你？没错，整个太平镇所有富豪资产加起来都超不过2400万，也不怕吹牛闪了你的舌头。夏冬呀夏冬，我是万万没想到你居然学会骗人了，你居然拿一堆废纸来糊弄我们，这都是假的，肯定是假的，都是假的。这好像是这竟然都是真钞票！这么多钱，夏冬，你真中了3000万！这是疯！这些钱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可别忘了，刚才你已经毁了婚约，我们2个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夏冬，我刚才都是开玩笑的，咱们回来继续。我不要彩礼了，只要你把这些钱交给我打理就可以了。反正将来咱们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嘛，你说是不是呀？家人，你不配！夏冬，你说不去就不去，毁了我姐名声，你必须赔钱。今天这钱你要是不送到我萧家，这钱我让你没命花。夏冬先生是我西京体彩的贵客，敢威胁他才是找死。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呀！滚！我们这，我们这，你给我等着！
薛经理，刚才多谢你了。都是我应该的。钱已经送到了，那夏冬先生我就先走了。好。我这是做梦吗？小东，你快把妈打醒！妈，你不是在做梦，这些啊都是咱们的。这些都是你赚的，不是你借的。妈，谁能借给我这么大一笔钱呀？这些都是我买彩票赚的，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信，我绝对信。我就知道我儿子以后是会有出息的。妈，儿子现在有出息了，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被人家欺负了。好，我儿子都已经是千万富翁了。要是你爸知道你现在这么厉害，他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妈，这些小钱不算什么，过几天我会让这些钱翻10倍、100倍。我一定让咱们夏家成为太平镇的首富、西京的首富，甚至是龙沟的首富。好。明天就是玉龙阁拍卖会，前世那几个被人低估的骨头，我一定要拿到手。哇，这不愧是有钱人的地方，这恐怕随便一栋别墅都要价值1800万。我手里这钱，买一栋别墅就不剩什么了。哟，这不是夏冬吗？夏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就敢来？夏冬，不会是觉得靠在潘家园赚那500万就能跻身有钱人行列了吧？水哥，你是不知道，夏冬这个人啊，买彩票中了2000多万，就嚣张的没边了，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2000万也敢来这儿丢人？要不是林少给了我请帖，我李三水的资产都不够格进来，你又算什么东西？可不是嘛，夏冬，这可是私人拍卖会，身价不过1000亿都没资格进了。你有门票吗？就敢往里挤？说吧，你是自己滚呢，还是我叫保安让你滚呢？说吧，你是自己滚呢，还是我叫保安让你滚呢？你们是对我请来的贵客有什么意见吗？季大小姐，我们怎么敢呢？早知道他是您的人，我们一定放行。怪不得你当初有胆量拒绝我，原来是早就帮成大款了呀！倒是我小瞧了你了，没想到你夏冬还能当上小白脸呢！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请来的贵客不敬？季小姐，我只是不想让你被他骗了。他平时在村里收拾破烂就算了，关键他还是个赌徒，你跟着他迟早会倒大霉的。还敢议论我请来的贵客？住口！你也配和季总顶嘴？夏先生是我请来长眼的高人，谁敢对夏先生不敬，就是对我不敬，知道了吗？夏先生是我请来长眼的高人，谁敢对夏先生不敬，就是对我不敬，知道了吗？哟，知道，林小姐。谁惹我们季大小姐这么生气了？啊，林少，季小姐，今天这场拍卖会都是我们林家的私人藏品，季小姐要是看上的话，直接跟我说，我送给你。不用，我季香婉看上的东西，我可以自己买，不劳烦林少了。季小姐，别这么冷漠嘛！我已经向你们季家提了亲，迟早都会成为一家人。再说了，这季老的寿辰在即，我这提前给我未来的岳父一个惊喜嘛。哎，别，用不着献殷勤，这岳父叫得太早了，这门婚事啊，我不同意。放眼整个西京，只有我林少坤有钱有势，跟你们季家门当户对。季小姐，别给脸不要脸。我季香婉找男人还需要看钱，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让他成为整个西京最有钱的男人。夏冬，我们走吧。装什么装？迟早让你跪在老子的西庄骨下。林少，您急什么？我看这季小姐着急给老爷子选寿礼，这拍卖会上也没什么好东西，大小姐估计也看不上。你什么意思？等拍卖会结束，咱们就以寿礼为由把季小姐约出来，到时候给她下包药，保证这季小姐对你言听计从，热情的很。还是你有主意？今天拍卖的第一件藏品是慈禧墓被发掘时，慈禧太后贴身所穿的赤色鸳鸯肚兜一件。此肚兜冰蚕丝所制，1000年不腐，时至今日仍能嗅到阵阵幽香，起拍价200万。
这个是个好东西，夏娃，替我拍下它。200万。 230万，250万。哎，这肚兜最多也就这个价，再加钱真的要赔钱了。季小姐，你要是喜欢这肚兜，我可以给你拍下来，然后亲自给你穿上嘛。500万。季小姐，一个肚兜花这么大价钱买，你请这高人怕不是精虫上脑吧？啊？哎你，夏冬，这件肚兜虽是慈禧衣物，但是确实难登大雅之堂。它用作收藏的话，确实也难以升值。你就当做我有特殊癖好吧。总之，拍下这个肚兜绝对有惊喜。夏冬，这次你真的是看走眼了，500万拍下这东西，亏大了。刘老，你就相信我吧。 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恭喜季总拍下这件慈禧肚兜。季小姐，花了500万就买了个这东西，你请这高人也不怎么样啊。毕竟马有失蹄，人有走眼，没关系，下次看准就好。你们不懂，这肚兜真正的妙处在这里。你们不懂，这肚兜真正的妙处在这里。夏冬，这可是慈禧的贴身肚兜，你怎么能当众做出这种伤风败俗之事呢？哇，季小姐，这就是你请来的高人，连慈禧那老女人的肚兜都放过，还舔了一口。别说是老女人，我看就算牵条母狗过来，夏冬看着都能发情。夏冬，快别丢人现眼了。500万的东西说毁就毁，我看他是失心疯了。小兄弟，就算买亏了，这肚兜也值250万，怎么这么糟蹋呀？谁说我买亏了？这个东西最起码值1000万。这肚兜可是多位专家鉴定过的，最多就是250万。难不成你说那些专家都有眼无珠，就你有一双慧眼不成？季小姐，这就是你请来的高人啊！我看他就是一个满嘴胡言的废物啊！夏冬，你要真能从这肚兜里找出什么宝贝，那500万拍卖费我林家分文不要，我还送你500万。那我就多谢林少大方了。慈禧肚兜为表，为的就是隐藏这幅画。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小兄弟，我出3000万，这幅画要出手，请务必给我呀！既然真的有夹层，这不可能。这你们看清楚了没有啊？一张破纸而已，有那么值钱吗？哼，没眼光的东西，3000万算什么？这可是画中吴道子流传不多的真迹之一，人物刻画细微，极具神韵，是那个无价之宝啊！我出5000万。这是薛成栋薛老，通政司的司长。通政司的司长竟然也来了，这位可是持而待能通天的大人，要是能和他扯上关系，以后在西京可就畅通无阻了。 8000万，这东西放到我的珍宝阁，绝对是镇店之宝，闻名天下。肚兜里翻出张破纸，你们就当稀世珍品了？你们可看仔细，说不定这玩意儿一文不值。就是夏冬，你还是别丢人现眼了。这下好了，毁坏了这上百万的肚兜，就为了这么张破纸。不懂就别在这放屁！这个肚兜价值300万，谁会用这么珍贵的东西保护一张废纸？不错，这可是慈禧的贴身肚兜，能让老佛爷如此珍重的物品，岂能是凡品？我出
1个亿，1个亿，250万的东西卖出了1个亿，我还得再打给他500万，我他妈就是250。这话送给我爷爷当做寿礼，刚好合适。夏冬，我出1亿2千万。1亿2千万，500万的东西一下子变成了1亿2千万。哎，夏冬，快卖给他呀！夏婉，对不起，这个东西我不能卖给你。夏婉，对不起，这个东西我不能卖给你。什么意思啊？薛老，1个亿成交，这个东西是你的了。好，感谢小老弟割爱。夏冬，你是不是疯了呀？1亿2千万的东西，你非要1亿卖给别人，这一下子就少了2000万，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你？对呀，夏冬，你为什么卖给他不卖给我呢？这个东西的确名贵，不过它还配不上你。夏婉，你相信我，我一定给你拍下最好的一件礼物。好，我相信你。恭喜薛老啊！这还真亏了小兄弟的火眼金睛啊！否则这无价之宝就让一些有眼不识金镶玉的人当做一件普通的肚兜给卖了。季小姐，你请的高人真值了，小兄弟的确非池中之物啊，眼光之毒辣，老夫也望尘莫及啊。好，那我就等着夏冬你帮我挑一件最好的寿礼。林少坤，那我就等着你把那500万打到我卡里了。区500万，老子赔得起。你不过就是走了狗屎运，瞎猫撞上了死耗子。下一件藏品。本次拍卖的第2件藏品便是这个石碾子。此物在《明天公开物》中有所记载，此乃公道神器石碾子，传闻这是工匠鼻祖鲁班所发明创造，这是世间第一个针对稻谷所制的农活神器，意义非凡。年代再怎么久，还不就是一个石碾子，碾粮食的，什么用都没有。没错，这东西放在店里也没什么收藏价，还会让人觉得没格调。不错。鲁班大师发明创造了那么多技巧，值得传世的大多也都是雅致小巧之物，这石碾子也未免有点太粗糙了。唉，我看见拍卖会呀，也是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了，一个破石头也敢往上放。这石碾子底价80万，有想拍的吗？各位，一个石碾子卖80万，有这80万，我还不如去买慈禧的夜壶。这个难道是上一世拍出了天价的石碾子？不行，我一定得拍下来。80万一次！哎呀，别喊了，你块破石头谁要啊？赶紧留拍得了。80万，我要。花80万买一个破石碾子，夏冬，你脑子被门夹了吧？花80万买一个破石碾子，夏冬，你脑子被门夹了吧？哎，夏冬啊，夏冬，刚刚还吹嘘自己目光如炬，眼神毒辣，没想到这么快就翻车了。穷三鬼就是穷三鬼，忽然暴富，眼光也跟不上啊！花80万买一个没用的破石碾子，季小姐，您现在知道看错人了吧？夏冬，此物件虽然年代久远，但却没有收藏价值，拿来观赏也……要不还是别要了吧。落子无悔，这拍都拍了，哪还有弃权的道理？夏冬，80万，这石碾子归你了。这东西刚好配得上他这个暴发户，把他送到农村院里套个驴，碾稻谷刚合适。哪还用找个驴啊？我看他就是这个蠢驴。这个东西的确不值钱，但是这里面却内有乾坤，只怕待会儿你们这些没和我竞价的人才是蠢驴。我倒要看看你这次还能编出什么花来。你的意思是，我和薛老都看走眼了？这石碾子难道还另有来历不成？刘老，这可是鲁班大师的作品，大师流传在世的作品，个个都是巧夺天工。岂会如表面看起来如此简单？任你说出花来，这也就是个碾粮食的石碾子而已。我怎么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眉毛底下挂俩蛋，只会眨眼不会看，你当然看不出来。拿锤来！究竟是败絮还是金玉？一锤见分晓。
哎，好像里面有个东西，是个猴子。什么猴子？这分明就是齐天大圣，光华内敛，神武智慧，这才是真宝贝呀！这大圣像调得栩栩如生，魁赴天宫，魁补天宫啊！真不愧是鲁班大师，只有他有此等实力，雕刻出如此巧夺天工的东西。一个破猴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没准是什么现代工艺品，能值几个钱？就是，别到时候还没个破石碾子值钱，那才让人笑话呢。全队入住！你把一个现代工艺品放在这石碾子里面，再恢复如初试试，这齐天大圣和石碾子浑然一体，只能是一体雕成，其价值不可估量啊！小友，这件宝物你若肯出手，老朽愿出8000万。8000万，这一下子翻了100倍！8000万买个破猴，你们疯了吧？无知小儿，鲁班可是工匠鼻祖，留存于世的作品是少之又少。如今这个大圣像可谓无价之宝，多亏夏冬小兄弟才没让如此宝物蒙尘呐。8000算什么？我出1亿5千万。1亿6千万，我出1亿6千万。这大圣像我要定了。2个亿。这大圣像，我势在必得。2个亿，这大圣像，我势在必得。小婉，你相信我，我给你准备的惊喜还在后面呢。难道还有比这大圣像更好的东西？你就等着看吧。刘老，2个亿，这大圣像你的了。上一件藏品卖了1亿2千万，这一件又卖了2个亿，这夏冬这一会儿功夫，可都赚了3个亿了。我这是错过了什么呀？你个乡巴佬，你懂什么？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真大师啊？哼，还真是可笑。林少家里养了那么多专家，竟然还不如一个乡巴佬眼睛毒辣。你小子得意什么？不过是一件破大圣像而已，根本不算什么。接下来的猜品才是真正的圣品。你夏冬要是真有本事，就让我林少坤再开眼。上藏品。本次拍卖的最后一件藏品是观世音菩萨像，乃一整块羊脂和田白玉所雕，处之温润。观音端庄慈祥，手持杨柳净瓶，栩栩如生，在五台山受100年香火，万人叩拜，从唐代传承至今。哇，这个藏品不错。传闻开光大典之时，10万信徒目睹天空祥云朵朵，100万金光从天而降，紫光四射，祥瑞纷呈，齐拍价200万，每次加价10万起。传闻开光大典之时，10万信徒目睹天空祥云朵朵，100万金光从天而降，紫光四射，祥瑞纷呈，齐拍价200万，每次加价10万起。夏冬，这已经是最后一个拍品了，你是想让我拍下这个玉观音给爷爷祝寿吗？是也不是，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季总出价300万，能否让我凑近看看？刘老请。此观音容貌秀丽，神情慈祥，结跏趺坐，方额广玉，通体素白，开至洁白细腻，幼稚可亲呐，的确乃传世精品。我出320万，330万，350万。这小子的眼睛的确非同凡响，已经被他捡了2个漏了，现在又想拍下这个玉观音，难道这观音也有什么妙处？ 350万一次。我出400万，500万，550万，600万。不管怎么样，这个菩萨绝对不能落到夏冬手里。我出700万，我出700万。不管怎么样，这个菩萨绝对不能落到夏冬手里。我出1000万。林少，你要是买不起，干脆就别出价了。谁说老子买不起？1500万。夏冬，你有本事跟我继续争下去，老子可不差这点钱。恭喜小少花1500万的高价拍得了这个赝品玉观音。赝品？胡说八道！
这质地、这成色，怎么可能是赝品？没错，夏冬，你别人自己没拍到，他故意说是赝品的吧？你以为我和你一样？不过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呀？刚才刘老都说了，此物可是难得一见的真品，难不成这是一刘老呀？歪婆，你在怀疑我的眼力吗？夏冬，你能确定这个物件是假的吗？刘老可是出了名的火眼金睛，在西兴很多豪绅都会让他去鉴定古董，甚至去国宝阁帮忙鉴定。你有把握吗？刘老说的没错，此物的确是个精品，但是怪就怪它太幼稚太新了。若是从唐代流传到现在，经历过战火纷飞、时间流逝，怎么可能会一点破损都没有？各位如果不相信的话，那就可以看一下观音底座是不是有一行讲文。林少，还真有一行英文。这怎么可能？妈的，这咋还骂人呢？妈的，这咋还骂人呢？那叫 made in 义乌，这个东西啊，就是义乌小商品城制造出来的工艺品，竟然还拍出了1500万的高价。夏冬，你刚才故意跟我疯狂竞价，就是为了刺激我买这么一个废物，对不对？哎，这怎么能怪我呢？这拍卖会是你们林家举办的，这价也是你亲口喊的，我又没逼你。哎，林少这是输不起吗？你自己真假不分，有眼无珠，还冤枉上别人了。好，区1500万对于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我把这尊菩萨像放在我家，我就当买个教训。我输的钱，我今天在拍卖会上也拍得了2件藏品，卖得了3亿的高价，这可多亏了李少啊！夏冬，少给我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样吧，你这玉观音1000万我买了，也算是帮林少回血不是？你敢侮辱我？哎，我这可都是好心呀！林少，您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这菩萨摆在家里啊，也能时刻提醒自己有眼不识金镶玉。我愿意，谁说我不愿意？我卖。夏冬，花1000万买一个假货，你真是个好人，你是个大大的好人。大家伙我都看到，夏冬花了1000万把这个玉观音买走了，一言既出，你可不要后悔。夏冬，你怎么还花1000万买了个假货啊？你明知道它就是一个工艺品，为什么还花那么多钱买呀？这有钱也不能这么浪费呀！夏冬，你这次真的冲动了。夏婉，我之前不是答应你帮你爷爷挑选一件寿礼吗？这个假货就是你送给我爷爷的寿礼吗？没错。夏冬，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假货。你敢送季老一个一文不值的东西，我看你想找死！这个东西的确是假的，但是我可没说它一文不值啊。玉菩萨只是表，内里的才是价值千金。夏冬，我都说了，之前你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你还真以为你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吗？砸一次1个亿，再砸一次2个亿。不信啊？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真面目。金的，金的又怎么样？一块破瓦怎么着也不值1000万，肯定还是夏冬赔大了。各位真以为这只是一片破瓦片吗？刘老，您见多识广，不妨猜猜这是什么？以黄金刻字，形如布瓦，这难道是丹书铁卷？没错，这就是汉高祖刘邦为了笼络功臣，赐给韩信的第一片丹书铁卷。高祖刘邦赐大将韩信丹书铁卷，又犯死罪，倾诉9死，子孙3死，以报儿勋，承我信誓，
枉为千载。这真是历史上第一款丹书铁卷呐！此乃国宝啊！丹书铁卷可庇佑后世子孙，享种种特权。自汉高祖以来，留存世上的丹书铁卷屈指可数，其价值不可估量。小兄弟，此宝您若肯出手，我愿意出10个亿。10个亿？真的是丹书铁卷？我明明已经拍到了，为什么又让夏东给我抢走了？小兄弟，我出12亿，你若要出手，一定要给老夫啊！14亿！20个亿！不好意思各位，这个东西我不卖。不好意思各位，这个东西我不卖。不卖？夏冬，这可是20个亿啊！这个就是我给老爷子挑选的寿礼，我分文不取，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真的？可是这礼物太贵重了。向晚，这是你应得的，而且也只有这种宝贝才配得上你。不是夏冬，你脑子进水了吧？20个亿呀，你不赚钱你要白送，这事儿我不同意。我们的婚已经退了，我愿意送给别人几亿的礼物，还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谢谢你，夏冬。我这就告诉爷爷这个好消息。小伙子眼光毒辣，多亏了你呀，才没让这几件宝物蒙尘呐。薛老谬赞了，真是年轻有为啊！小伙子有如此眼光，还如此谦逊，真是少年英才呀！不知夏冬小兄弟有没有兴趣为国效力，到国宝阁工作啊？这可怎么办呀？我只是因为重活一事，知道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信息，才知道这些东西里隐藏着宝贝。要真去国宝阁，面对这么多的大师，那还不马上就露馅了？啊，谢老啊，你呀，晚说了一步。先前呢，我已经跟夏冬兄弟事先约好了，只要夏冬愿意，我的珍宝阁随时向他敞开大门。那可真是太可惜了。这是我的电话，你如果改变了主意，随时联系我。一定。林少，那我们准备的古董怎么办？还要约季小姐出来吗？姓季的已经得到丹书铁卷那种至宝，还能看得上我们的苏武吗？没用的东西！没想到这次让夏冬捡了那么大一个便宜，随便在我们拍卖会上拍了几个古董，竟然成了亿万富翁了。20亿，这20亿本来应该是我们林家的，还有几千万也应该是我的女人。夏冬，我不会放过你的。哎，林少，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什么意思？夏冬他之前一直跪舔我，只要我勾勾手，再给他一点好颜色，他肯定还会回来继续当我的狗的。你不会是看那小子资产过亿，想要他的钱，要回去跪舔他吧？哎呀，怎么会呢？这小子之前退婚，整个村都知道了，把我的脸都给丢尽了，我才不认他好货呢。你到底要有什么办法？钱我当然要，不过我也要这小子蹲大牢。你一直看我干什么呀？我在想，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乡下来的穷小子。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普通人能1天之内从乡下的穷小子变成一个亿万富豪。嗨，我那就是运气好而已。所谓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对了，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以你这样的眼光去做古董类的生意，肯定能赚一大笔。古董这行还是来钱太慢了。你1天赚3个亿都嫌慢。哎呀，我那只是偶然而已。像古董这行，有可能开张吃3年，但也有可能3年不开张啊。那肯定要寻找别的赚钱商机啊。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对了，夏冬，我刚刚跟爷爷打电话说明了你的情况，他挺想见见你的。你有没有时间过几天去参加我爷爷的寿诞？当然有时间了。那我就先走了，到时候不见不散。哟，这不是我那个老同学夏冬吗？哎呦，我还真没认错，还真是夏冬啊！你是孙大壮？没错，认不出来了吧？最近这几年呀，确实赚了不少钱。哎，看看咱这浑身上下全都是名牌。没错，看得出来是挣钱了，这伙食相当不错。孙少，你居然还有这种老同学！你看看那穿的那穷酸样。说什么呢啊？这个夏冬啊，从小家境就不好，他爹死得早，剩下一个病养子的妈。要不是得了兄弟们的照顾，这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吧？你说的照顾，就是之前把我当跑腿的动辄打骂，让我吃烟头吃馊饭吗？你这也太过分了！哎，这就过分了。当初要不是我让他吃剩饭，他现在呀早就饿死街头了。哟，没错，多亏了我们孙少啊心善，你才能站在这里，要不然你早就饿死了，还不赶紧谢谢我们孙少？我还得谢谢他。哎，夏冬，别说我不照顾你啊，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啊！你还要给我介绍工作呀？哎，你人还怪好嘞。小子，见过这东西吗？啊，高尔夫，城里上等人才能玩的东西。哎，只要你每天给我捡捡球，我一个月给你80，不少了啊！80块钱就想让夏冬给你当牛做马？美女，你可不是这个价。哎，你这样的容貌何必跟这个穷小子呢？只要你每天陪着我，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夏冬这个废物，他一年也挣不了这么多。我怕你啊，无福消受。姐妹儿，做女人呢，这目光啊要放得长远一点。孙少要钱有钱，要势有势，你跟着他，你想要什么得不到啊？何必跟着这一个废物呢？你跟着他，你想要什么得不到啊？何必跟着这一个废物呢？我找男人还需要看他有没有钱权势。夏冬这个废物，他有什么好？他能给的我能给，他给不了的我还能给。就这个豪车，你跟我1个月，我就再给你买一辆，怎么样？好，好极了。这就对了嘛，识时务啊！以后只要跟着我孙少混，我一定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照顾你。哎，那我就谢谢孙少了。哎，你。夏冬，你也砸我的车！哎，孙少，你说的那个球该怎么打呀？是不是这样打的？哎，你，哎，孙少，您见多识广，这高尔夫是不是应该这样打呀？你。夏冬，我在电视上见过，这高尔夫啊根本不是这么打的，应该啊是这么打的。哦，原来是这样打的。
哎，行了，扶我一下。哎呀，这高尔夫不愧是有钱人的运动，就是累人啊！啊，孙少，你们简直是疯了！我告诉你，我孙家可是季氏集团的合作伙伴，而且我将拿下季氏集团的100万合约。你们得罪我，就是得罪少妇季家。如果今天你不陪我，我让你从西京消失。好说，不就是一辆破奔驰吗？我还赔得起。3分钟，给我送来4辆奔驰。3分钟，给我送来4辆奔驰。夏冬，好久不见，你还会学会吹牛了？哎呀，3分钟，给我送4辆奔驰过来！哎呦，这吹牛都不怕给牙崩掉了，待会儿赔不起，你别吓得尿裤子了。一辆破车而已，谁说我赔不起？破车？他说这是辆破车，你知道这辆车值多少钱吗？把你卖了呀，都赔不起。人家可不在乎这些小钱，刚才不还说一口气要买4辆豪车的吗？哎呦，就他这种乡下来的穷酸鬼，这打一辈子工啊，怕是连个车轱辘他都买不起。我看他说的是纸扎的吧？纸扎的，不刚刚好吗？如果今天你不给我赔车，我就弄死你。纸扎的，不刚刚好吗？如果今天你不给我赔车，我就弄死你。这纸扎的刚好派上用场。夏冬，我看你还是赶紧跪下来求饶，哄得孙少开心，说不定啊还能保住你的小命。我劝你还是先站稳了，别一会儿啊先跪下来了。小娘们儿还挺牙尖嘴利呀，砸我车砸得这么尽兴，待会儿要是赔不起，我让你肉偿。你这长得还不错，等我玩腻了，就把你扔到 KTV 里接客。我保证啊，比跟着夏冬赚的多多了。夏总，您的车到了。夏总，你们查清楚了吗？真是这个乡巴佬买的？不错，刚才我们接到夏先生的电话，3分钟内紧急调离了西京的全部豪车，给您送来了。这是购车合同，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就签字吧。没问题。全款购车人夏冬，这么多辆豪车，少说也要500-600万了。你居然这么有钱啊！不可能，夏冬只是个乡下的穷乡巴佬，他怎么可能这么有钱？哎，你们别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了！还不住口！你敢打我？我可是你们店里的 VIP 客户，身份尊贵，你竟然为了一个乡下的废物，你敢打我？打你怎么？夏总身价过亿，季总可是京城首富，得罪了他们，别说打你呀，就是把你们孙家从整个江城除名，也轻而易举。就是把你们孙家从整个江城除名，也轻而易举。身价过亿，首富季家。你刚刚不是想让我赔你辆车吗？那，罚你了。哎呦，赔什么赔啊？哎，大家都是同学，砸得好。你要是不尽兴，我再多买几辆给你砸。哎呀，不愧是孙少啊，就是大方。当然大方了，孙少不刚刚说还要包养我的吗？1个月1000，阔绰的很。什么孙少啊？我就是你的孙子，求你饶过我这一次吧。我错了，季小姐，都是我嘴贱，都是我嘴贱，求您别给我一般见识啊！我怎么敢跟您一般见识呢？
这万一孙少义不高兴，要了我的小命怎么办？哎呦，是我不是东西，畜生不如，才敢得罪夏少。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哎，以后我保证，只要看见你，我就滚得远远的。那还不快滚！滚！我现在就滚！我也该走了，过几天爷爷寿诞一定要来。一定。我也该走了，过几天爷爷寿诞一定要来。一定。拍卖会已经顺利结束，向往那一节看来已经安全度过，钱已经赚到，接下来就要起步我的生意。妈，我回来了。夏冬，萧雅丽，你来干什么？夏冬，我想找你聊聊。我们两个婚已经退了，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还找我谈什么呀？东哥，好歹我们也那么多年感情了，你怎么对人家这么冷漠呀？我们有什么感情啊？我不过是一个跪舔你的废物罢了。李三水、李少才跟你感情深厚。我们有什么感情啊？我不过是一个跪舔你的废物罢了。李三水、李少才跟你感情深厚。只能怪我吗？还不都是因为你不肯给我那500万的彩礼？这还怪上我了？那你早点把那500万的彩礼给我，我妈至于让我嫁给李三水那种混混吗？哦，全都是你妈逼的。对，都是我妈逼的。哎呀，东哥，之前都是我不对，你就原谅我一次嘛，好不好呀？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我们两个好好谈谈，我在家等你。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我们两个好好谈谈，我在家等你。小东，难道你真打算？妈，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再上当了。萧雅丽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已经看明白了。雅丽是不错，可是说到底，她不是一个能好好过日子的人。妈，你就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那你今天晚上还去吗？去，当然要去。我要是不去的话，怎么拆穿他的把戏呀？夏冬，你来了，快坐。我呀，做了一桌子你喜欢吃的。是吗？前世我可没有这种待遇。你妈和你弟呢？哎呀，你放心吧，我跟他们都说过了，今天晚上他们都会回来，所以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姐，那你是想先吃饭呢，还是我呢？那你是想先吃饭呢，还是我呢？啊！哎呀！有话就说话，别动手动脚的。哎呀，我这突然间感觉好热呀！你热不热呀，东哥？我帮你也脱一下吧。不用，我不热。你不是已经和李三水订婚了吗？叫我来干什么呀？那都是我妈逼的。其实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只要你愿意，你还是可以成为我第一个男人的。我可没有撬别人墙角的习惯。呸！还第一个男人，上辈子老子就没喝到头汤，不知道和李三水厮混了多少回，还有脸装纯。夏冬啊，之前呢都是我不对，您别给我一般见识，我自罚一杯。我也不应该听我妈妈的话跟你退婚，我再罚一杯啊，再罚一杯。
夏冬是不是不行呀？哎呀，我再喝2杯都有点醉了。东哥，我说我没法休息的。哼，我倒要看看你们想怎么玩。李三水、萧雅丽，这次我要让你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行啊，走。你就在这好好休息吧，我走了。哥，今天在拍卖会上那么辛苦，我来帮你按摩按摩啊。可是你都已经和三婶订婚了，咱们这样不太好吧？要不是我妈逼我，我怎么会跟李三水在一起呢？其实我心里还是喜欢你的。是吗？当然啦，我到现在为止还为东哥留着处子之身呢。东哥难道忍心我这样的身体被李三水给抢占了吗？萧雅丽，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东哥，爱我。救命啊！救命啊！夏冬，不要了，不要信了！救命！救命啊！夏冬，你个混账！水哥，夏冬，我们已经完了。我现在是水哥的人，你怎么能强暴我呢？夏冬，你敢强暴我的女人，你说该怎么办吧？夏冬，你敢强暴我的女人，你说该怎么办吧？我没有啊，是萧雅丽自己扑上来的。哎，谁能作证啊？刚才水哥和他的兄弟们可都看得清清楚楚，分明就是你见色起意，趁我家人不在，企图强奸我。我强奸你，你可真不要脸！夏冬，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这要是被通政司的人抓住了，你这辈子恐怕要在牢里蹲到死啊！你们两个要跟我玩仙人跳是吧？哎，夏冬，你可别冤枉好人啊！我都亲眼看见了，难道还有假不成？夏冬，现在我们认识这么久的份上呢，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啊给我3个亿，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怎么样？你们还要敲诈我？你们眼里还有我法吗？夏冬，现在我们认识这么久的份上呢，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啊给我3个亿，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怎么样？你们还要敲诈我？你们眼里还有我法吗？王法！我告诉你，夏冬，我李三水在西京可是黑白通吃，通政司的小队长可是我亲兄弟。没错，只要水哥一声令下，你这辈子啊，怕是就要死在牢里喽。趁现在乖乖交出那3个亿，否则等我们去报了案，你坐了牢，你的钱照样是我们的。哎，报！现在就报！你们要是不报的话，我可就报。薛老，听见了吗？哎，报！现在就报！你们要是不报的话，我可就报了。薛老，听见了吗？听得清清楚楚，竟然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敲诈勒索，真是活腻了！我这就过去。夏冬，我告诉你，今天谁来都没有用。你要不把钱交出来啊，今天你就死定了。等你死后呢，我就伪装成你的未婚妻，到时候你的钱呀，照样是我的。真是好恶毒的心思！薛老，通政司的司长薛成栋，要不是夏小兄弟打电话，我竟然还不知道有人以通政司的名义欺压百姓、敲诈勒索。你们两个是真该死！好你个夏冬，你个混账东西，你居然敢设计我！你个骗人，还敢辱骂夏兄弟！水哥，我们不都说好的吗？谁跟你商量好了？夏冬兄弟，这都是误会一场，误会一场。谁跟你商量好了？夏冬兄弟，这都是误会一场，误会一场。误会？
刚才不只是我，薛老在电话里面也听得清清楚楚。你们要杀了我抢钱，现在怎么就变成误会了？都是这娘们儿搞的鬼，都是她贪图钱财，想要把你们3个亿占为己有，跟我没关系啊！要怪就怪这娘们儿，您就饶了我吧。李三水，你胡说什么呢？你想把脏水泼老娘头上是吧？我说错了吗？明明就是你想着把俺吓夏东兄弟。要不是你贪图夏东那点钱想据为己有，老娘至于想着这么个法子吗？夏东，这事跟我没关系啊，都是李三水，都是这个混账他逼我的，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贱人，你以为你跑得了关系吗？薛老，这都是小雅丽这个主意，那跟我可没关系啊！薛老，谁对谁错，你们到牢里自己分清楚吧。勒索3个亿，你们到牢里好好享受吧。带走。夏小兄弟，他们2个这一辈子恐怕就要在牢里待着，不会再出来。多谢薛老。谢什么？说实话，都怪老夫治下不严，才让手下知法犯法。你放心，这通政司也该整治整治了。我先走了，薛老慢走。萧雅丽、李三水，上辈子害死我的账，今天就算清楚了。你们2个阴险小人，就给我把牢底坐穿吧！夏东，给我出来！夏东，夏东，你个小畜生，你给我出来！这是怎么了？你还让连问怎么了？还不都是你儿子干的好事儿啊！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夏东，你以为你有钱了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是吧？毫没有理由把我女儿女婿送进了监狱，你还是什么你？是他们2个勒索在先，自食其果，你们还敢闹到我家里来，是想被抓吗？你还敢威胁我们啊？哎呀，小姐们呐，你们都来看看呀！夏东这个畜生，他抢劫了我女儿的本脸不认账啊！哎呀，小姐们呐，你们都来看看呀！夏东这个畜生，他抢劫了我女儿的本脸不认账啊！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小子，他半夜偷偷去我女儿房间，他想强奸雅丽，我女儿至死不从啊！他竟然联合通政司的人，把我女儿抓进了监狱啊！夏东啊，真不是个东西。就是，以前咱们发现的这种人，是人的一有钱就变坏。不可能，不可能！我儿子夏东绝对不可能做出那种事儿。夏东，你今天必须给我们萧家一个说法。没错，你坏了我们家雅丽的名声，今天必须给一个说法。那你们想怎么样啊？立马赔给我们家1个亿，要不然我们不会放过你的。哦，原来你们也是来敲诈的。你胡说什么？什么敲诈不敲诈的？你欠我们的，赶紧给钱！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女。要不要我现在打电话给通政司的人，让他们过来，看看究竟是我强奸的萧雅丽，还是他萧雅丽联合李三水敲诈我的钱呀？那个抛开事实不说，你就没错嘛！我女儿跟了你那么久，你给她点钱怎么了？你们这不是不讲道理吗？全村的人都知道我姐姐跟了夏东，又被夏东强奸毁了名声，现在又害得我姐姐入狱。夏东赔我们家点钱，怎么了？夏东，我也不给你多要1个亿，你只要给我们1个亿，我们这就走。本以为女儿进了监狱，你们能收敛，没想到还敢来我家里勒索。今天你要是不给钱，我就让你身败名裂，让整个太平镇的人都瞧不起你。勒索1个亿还敢污蔑别人的名声，还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呐！夏婉，你怎么回来了？事情我都听薛老说了，特意过来看你。没想到啊，还看了一出好戏，
这不是首富家的大小姐吗？夏冬竟然还认识这种人物，首富又怎么样？也不能黑白不分就欺负我们这些穷苦百姓啊！没错，首富又怎么？首富总得讲理吧？那夏冬强奸了我女儿，那赔点钱怎么了？大家看，这首富的女儿能欺负我们农村人了。萧雅丽的认罪书我都带来了，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萧雅丽和李三水准备合谋来勒索夏冬，你们还敢上门来勒索？需要我联系通政司，把你们一起送进大牢吗？还不快滚！再敢骚扰下去，我让你们和萧雅丽在狱中团聚。这不是贼喊捉贼吗？我就说夏冬干不来这种事。没错，没错，走。哎呀，今天多亏了这位小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阿姨不用谢，都是举手之劳。你和夏冬一样，叫我香婉吧。哎，好，哎，那我去给你倒点水啊。夏冬，需不需要我找几个人偶尔去找一下萧家，让他们长长记性，以后再也不敢来骚扰你们？不要，刚好我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城里给我妈买套房子养老。那刚好，今天刚好西京有一个楼盘开售，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西京地产，我记得上一世93年的房价才几千块，2023年的时候已经涨到了10几万一平。哎，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喂，哎呦，董事长，您什么吩咐？有个亿万富翁来到我们售楼部，要买8栋楼盘，你赶紧把 VIP 接待厅空出来，给我好好接待，千万不能得罪了啊！8栋楼，哎，好，我这就去，我亲自接待。哎，夏冬先生，您刚刚看到那几个楼盘啊，价格已经统计好了，一共是2600万。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现在去准备合同给您签字。没问题。夏冬，你不是为了给阿姨养老才买的房子，怎么突然买这么多呢？这不是普通的房子，这是投资。投资？你别看现在这些房子不起眼，再过20年，这些房子的价值不可估量，抵得过一家上市公司呢。真的？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买几栋。你真的相信这些房子能升值啊？夏冬，我们2个人认识这么久，你每一次的眼光都让我特别的震惊。我当然相信你的投资眼光。怎么回事啊？你们2个赶紧出去，别脏了贵宾的眼。记了，你要是相信林少坤签了这个合同，恐怕会带领季氏走向毁灭。夏冬，我对你确实有好感，但是无凭无据，这话可不能乱说。夏冬，我们林氏跟季氏那是世交，我爷爷是季老最好的兄弟，我怎么可能去骗他？没错，林家背靠季家，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他怎么可能会背叛我呢？这个事儿不要再提了，你先走吧。爷爷，你先别急，夏冬肯定是担心我们，害怕我们受骗，所以才出言提醒的。老夫做生意几10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轮不到一个小辈来指点。季老，我看这小子就是危言耸听，他见不到季家好，所以百般阻挠咱们签合同。不用理会，咱们继续聊项目上的事儿。夏冬，请吧。今天我看在我孙女的面子上，不和你一般计较，别撕破了脸，让我赶着你走。季老，你可要想清楚了。我做生意会有我自己的考量，500亿的投资又不是儿戏，你觉得我不会考察清楚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项目季家出资80%，占股比例46%，也很有可能是年轻他散，是吗？季小姐，夏先生，合同已经拟好了，一共2600万，请问您怎么付款呢？多少？2600万啊！你不是被他们骗了吧？他们这种人怎么可能买2600万东西呢？经理啊，这位是西京首富之女季向晚，这位夏冬夏先生是西京银行的至尊 VIP 用户，光银行额度贷款都有几十个亿呢。季小姐，夏先生，哎呀，
夏先生，不然我们先签合同吧。对，先签合同，还是先出去吧。刚才王经理可是说了，像我们这种混吃混喝的，不配在这贵宾接待厅里待着。呸！夏总啊，刚才都是误会，您快签吧啊！误会？刚才王经理不是还想把我们赶出去吗？哎呀，季小姐，是我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您就别跟我一般计较了啊！哎呀，既然王经理想让我们滚，那我们就滚吧。毕竟这种高端的地方可不是我们这种乡下人能待的地方，买房算了吧。别！夏先生、季小姐，该滚的人是我滚啊！不耽误你们签合同，好吧？我滚。还真是便宜他了。夏冬，房子也已经买了，接下来你想做什么？我想投资一下物流行业和娱乐圈，不过接下来还需要详细计划一下。娱乐圈？西京的富豪们向来瞧不起那些戏子，你为什么要投资影视行业？要是向晚知道这些戏子一天收益都能达到208万，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这你就等着吧，未来娱乐圈行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戏子的吸金能力可不比一家上市公司差。是这样吗？没错，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了1000首流行金曲，还有100部 S 加级别的电视剧、电影的剧本，想捧红10几个明星不成问题。1000首金曲？夏冬，你从哪挖来这么多金曲啊？当然是我自己写的。夏冬啊，夏冬，你知不知道金曲是什么品质？你还敢放言一个人写1000首？你不信啊？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夏冬，我真的是小瞧你了，没想到你会唱歌，还唱得这么好听。还有没有？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讽刺笑我不能拒绝。果然首首都是金曲品质，这些歌曲要是能够发行，一定会火遍大江南北。夏冬，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你的公司我能不能也入股？我有预感，你一定会成为未来最有名的经纪公司。当然可以啊。对了，你之前说的民运物流一直都是龙国直管的，想要拿到营运证，光靠你和通政司司长的那点交情，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我想借念季老，这些年他老人家为西京做了这么多贡献，如果能请他出山的话，通政司司长应该会卖给季家一个面子。那你要不要跟我去一趟季家？我爷爷刚好想要见见你。想见我？没错，我爷爷知道你送了20亿的丹书铁券嘛，对你很感兴趣，想要见见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当然可以，刚好我也想和季家谈一点合作。那咱们现在就去拜访季老爷子。你就是夏冬吧？我在家里就没少听你的名字。是吗？哎呀，我这个孙女啊，眼光极高，从她的嘴里就很少听到她夸过谁，但是这几天呢，她天天夸你，听到我的耳朵呀都起茧子了。爷爷，我哪有经常提？你还不承认？你天天在我耳边说夏冬看古董的眼光极好，初期就敢豪掷500万买彩票，更是在拍卖会拍出了几个亿的天价宝藏。哎呀，真是眼光独到，见识超群。还有这人长得爷爷，
你再说，我不理你了。好，都是我胡说，是我胡说。小伙子，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眼光和胆识，老夫实在是佩服啊！季老，您过奖了，我只是运气好而已。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赚到几个亿，这可不单单是运气好的事儿。小伙子有实力，还如此的谦逊，我孙女的眼光没有看错。爷爷，你还瞎说！你再说，我真的生气了。好，不逗你了。你们的婚事我同意了。婚事？小东，你是不是有婚约了？没有。那就是有喜欢的人了？也没有。那就是说，你不想娶我们家香婉了？想。爷爷，你说什么呢？我又不是嫁不出去，怎么能随便指给夏冬呢？再说了，他想娶，我还不想嫁呢。夏冬可是个好苗子，优秀的男人身边从来都不缺女人。你要是不抓紧，他被别的女人抢走了，后悔就来不及了。林少爷到，季老爷子，好久不见，最近身体可好？林少坤，你来干什么？相外，不得无礼。我和林少有正经事要谈。我有价值500亿的，亲自送到你家门口。季小姐要是不欢迎的话，那我就走了。500亿？林少坤能有这么好心，给季家带来500亿的合同？季老，既然是谈生意，我能不能也听一听？季老，既然是谈生意，我能不能也听一听？季老，这我们之间谈生意有外人不太合适吧？什么外人呀？爷爷已经许了我和夏冬的婚事，那夏冬就是我们季家的人。那我们季家的生意，夏冬听一下，那又怎么样呢？你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也敢跟我抢人？季小婉，你迟早都是我人。我这次和林少的合作呢，也不算什么机密。夏冬要是想听的话，那就听听看吧，说不定能促成这次合作呢。好啊，自己送上门了，那就别怪我了。好，那我就看在季老的面子上，给你这个机会。季家已经是国内电器行业的龙头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季老能看得上的投资？现在电器行业竞争激烈，我们也该筹集点资金，做点别的项目了。没错，我已经跟岛国知名企业取得联系，只要季老出资500个亿，岛国知名企业就会提供核心技术全力支持，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大赚一笔。季老，不知道您准备投资哪一行？我准备筹集500亿，和林少合作新能源汽车项目。新能源汽车？上一世我记得婉晴死后，季氏集团很快就已经没落，还被林氏给吞并了。难道就是因为林少坤这个项目？我已经跟岛国知名企业取得联系，只要季老出资500个亿，岛国企业就会交出核心技术，大力支持。到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大赚一笔。不行，季老，我知道您现在的顾虑，但是现在绝对不是进军新能源汽车的最好时机。夏冬，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这个机会别人求都求不来。如果做这个事情，你要眼睁睁看着季家从龙头企业走向灭亡吗？年轻人，我承认你眼光不错，但是看古董的眼光和做实体经济是不一样的。我当年做电器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你看现在，电器竟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了一块大蛋糕。汽车也一样。夏冬，不懂就不要乱说嘛。季老，新能源汽车20年内绝对引爆整个汽车行业，这合同我都带来了，要不然咱今天就签了。这合同绝对不能签。季老，你要是相信林少坤签了这个合同，恐怕会带领季氏走向毁灭。季老，你要是相信林少坤签了这个合同，恐怕会带领季氏走向毁灭。夏冬，我对你确实有好感，但是无凭无据，这话可不能乱说。夏冬，我们林氏跟季氏那是世交，我爷爷是季老最好的兄弟，我怎么可能去骗他？没错，
林家背靠季家，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他怎么可能会背叛我呢？这个事儿不要再提了，你先走吧。爷爷，你先别急，夏冬肯定是担心我们，害怕我们受骗，所以才出言提醒的。老夫做生意几十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轮不到一个小辈来指点。季老，我看这小子就是危言耸听，他见不到季家好，所以百般阻挠咱们签合同。不用理会，咱们继续聊项目上的事儿。夏冬，请吧。今天我看在我孙女的面子上，不和你一般计较，别撕破了脸，让我赶着你走。季老，你可要想清楚了。我做生意会有我自己的考量，500亿的投资又不是儿戏，你觉得我不会考察清楚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项目季家出资80%，占股比例46分成，也很有可能是您妻他散，是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项目季家出资80%，占股比例46分成，也很有可能是您妻他散，是吗？没错，你是怎么知道的？小婉，这个是公司机密，你就算再爱他，也不能跟他说这种事儿。我没说，这些都是我猜的。你是怎么猜到的？季老，我不仅知道这个，我还知道林少坤是怎么说服你的。哦，他告诉你，发展新能源汽车是龙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机遇，国家必定会大力支持，销量迟早打败燃油车，成为全龙国乃至全球销量第一。没错，没错，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这你竟然也能猜得到？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还没有被完全打开，只要我们先进入，便占得先机。用不了几年，新能源汽车的回报率将达到200%，也就是1000亿。季老爷子，再不签可就真来不及了。好，我签。好，我签。早这样不就完了？他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他懂什么叫新能源吗？他懂什么叫做生意？我是不懂，但是我懂一件事：要是真的有这么高的回报率，要是真的能赚这么多钱，林家为什么只愿意出资120，还将股份让给您这么多？这难道是因为林少不想赚钱吗？夏冬，你少在这给我胡搅蛮缠！我林家能有今天，那都是靠季老的扶持，所以我把大部分的利润都给季老，有什么问题吗？哦，那林少你人还怪好嘞，放着钱不想赚，做慈善呀！你季老，商场如战场，父子尚且反目，兄弟也能争吵。你真相信有人会上赶着给你送钱吗？夏冬，我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合同我们集团的法务已经看了很多遍了，没什么问题。没错，夏冬，这是我爷爷最看重的项目，季氏能不能转型就看这个了。你还是别说了。合同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个项目。你的意思是新能源汽车的项目有问题？也没有问题。你这没问题，那也没问题，那为什么合约今天不能签？夏冬，你看古董的确是揉掉马刷子，不过做生意，你根本就是一窍不通，少给我丢人现眼了啊！夏冬，你看古董的确是揉掉马刷子，不过做生意，你根本就是一窍不通，少给我丢人现眼了。新能源项目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时间。季老，您想投资新能源可以，最起码要等到10年之后。今天这个合同绝对不能签。夏冬，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季老，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这个项目。投他几个亿，你就可以凭借这个项目跻身西京豪绅行列了。你别不识好歹。夏冬，这可关系到我季氏是否能转型成功，你倒是说说其中原因。如果你能让我信服，那么这合同我就不签；如果不能，那就请你离开季家。爷爷，夏冬也只是担心我们，您别生气。季老，您太关注国内的行情，而忽略了国外。如今岛国泡沫开始破裂，股票价格正急剧下跌，这只是个开始，下个月就有可能暴跌30%。我敢打包票，不到半年将会跌至60%左右，岛国股市泡沫将彻底破灭。什么？到时候岛国股票价格和房地产急剧下滑，银行破产，大部分贷款将变成不良资产，这代表着什么？季老不会不知道吧？这个时候投资岛国企业500亿，恐怕会血本无归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500亿是你们季氏所有的流动资金吧？没错，一旦项目暴雷，资金被套牢，季氏资金断裂，很有可能会落得个资不抵债，活活被林氏坑破产的下场。一旦项目暴雷，资金被套牢，季氏资金断裂，很有可能会落得个资不抵债，活活被林氏坑
坑破产的下场。夏冬，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这个老头子打醒，我恐怕早已上了这个当了。你放屁！我怎么可能设计陷害季老？将这种项目拿到季老面前骗他投资，好圈住季家资金，最后吞没季家财产。林少坤，你好歹毒的心思！怎么可能？这个项目我们林家也出资了，我不可能自己往火坑里面跳吧？季老，你可不能相信这个小子的一面之词。这个项目是我们两家共同出资的，我害了你们季家，我能有什么好处？这个项目是我们两家共同出资的，我害了你们季家，我能有什么好处？当岛国金融崩盘时，资金链必定会出现问题，需要追加投资。林少恐怕早已打定主意，到时候便借资金不足，将全部股票低价转让。等到季家反应过来，这是一个无底洞的时候，只怕已经来不及了吧？小子，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也敢胡说八道！我看你就是想挑拨我们两家的关系。什么泡沫破裂，什么股价下跌30%，扯淡！季老，您难道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穷小子能够预测国际形势吗？既然林少觉得这次合作有利可图，那么这块大蛋糕不如就你自己吃吧。既然林少觉得这次合作有利可图，那么这块大蛋糕不如就你自己吃吧。你什么意思？林少可以抵押林氏集团，借个500亿不成问题，全部投资岛国新能源。如果这个项目真如林少所说那么挣钱，那么不出2年，林少可就成西京首富了。我这不是想让季家也分一杯羹吗？这么赚钱的项目肯定要两家一块干啊！再说了，我也是为了向晚着想。林少的好意，我可无负销售。林少坤，你要是心里没鬼，哪怕投资少点，你们一家和岛国合作，盈利也是非常可观的。林少，签字吧。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能赚钱吗？怎么不敢签呀？心虚吗？夏冬，你少向我！我看你就是存心想打扰我跟季老的合同。来人啊，把这个搅屎棍给我赶出去！该滚的人是你！你辱我季家贵客，还涉嫌坑害我季氏集团。我季家虽然大不如以前，但是遇见你一个林氏集团，还是轻而易举的。你现在就滚！好，我滚。夏冬，季老爷子，今日去我林少坤祭礼，今天这事我迟早要百般奉还。你们季家